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春晚讲堂。中秋时节，正是丰收的季节，我们菜地里面各种东西都是开始大量的丰收了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？主题是玉米。大家看现在玉米长得非常好，这一个是味道非常好的这个紫色糯玉米，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。先把这个矿泉水瓶拿了，哦，很难拿。待会儿我们再讲这个为什么给它放矿泉水瓶。我们先看一看熟的怎么样。哦，不错。好，这第一个。通常的话，玉米，它这个至少是背2个包。那第一个要熟的早一点，第二个熟的晚一点。那我们不忙拿第二个，我们先拿第一个，再看看这个，先检查到。哦，矿泉水瓶都有点难拿了，需要动剪子把矿泉水瓶拿掉。哦，限制它的发展了。好，现在看看这包怎么样？这包更不错。玉米的话，大家知道啊，它也是一种主要的这个粮食作物，也是主要的饲料作物。它同时的话，鲜玉米的话是可以做蔬菜的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那这个近年来的这个紫色糯玉米呢，更是这个营养价值高的，大家都非常喜欢种。那很多人就问我，这个怎么种玉米啊？要求我做一个节目。那今天我就重点给大家讲一讲，种玉米要注意哪些环节。在我看来，有5个最要紧的这个地方。那首先一点是品种，那品种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大家记住一点，品种它涉及到适应性，还涉及到你用的种子是什么来源。如果适应性不好，它在这个地方表现好，到另外一个地方不一定；在别的地方表现好，在这不一定。所以一定要经过本地试验，表现是好的才可以用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玉米现在基本上都是杂交种，那千级千万不能自己留种来用，一定要到种子公司买这个种子来用。我们这个紫色糯玉米它是海泰买的紫色糯玉米，它的品质是杠杠的，这个产量也好，这个表现也非常好。这是没说的。为什么说不能用自己自留种呢？那去年我留过一些，我试验，为了特意试验留的。我用的原来的种子是West Coast Seeds 的这个黄色糯玉米，它的品种名称叫 Sugar Bun， 表现非常的好。那棒子玉米棒子也跟这个样的大大的，味道非常好的。留下的种子拿去播种以后，只有那么高，背不了包了。所以的话，大家不要看着说，我种出来的玉米好，是不是就留种？不能留，这吃了。第二点，这个踏踏实实去种子公司买种子。第二个要点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播种时间。加拿大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夏天太短，热量不足。那我们这个播种时间就选得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在这个气温开始回暖的时候就赶快播种。那最佳的播种时间在什么时间？在5月20号到5月25号。我们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今年播了一些这个黄色的糯玉米，现在地里面都没有了。这个是在5月25号播种的，那说明这个播种时间是对的。现在这个玉米丰收，我们很高兴。那到了第3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播种的这个时候的肥料。那玉米播种采取什么方式好呢？那好，它的播种方式我们都是采取塘播。什么叫塘播的话，大家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塘播。我们现在让大家看看这个我们种植坑，这种坑。当然我们这个是准备种这个苦菜用的，但是呢，种玉米的坑跟这个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地，这个放够底肥以后，翻了平整土块弄碎以后，那挖成一个小坑。这个坑的话，大概20公分宽，20公分深，这样的坑。这样的坑里边，我原来说的，每一个平方米放的有机肥越多越好。我们放了至少是50公斤以上。那除此之外，播种的时候每个坑里面还要放种肥。那种肥什么好呢？我们是用 Growth Delight， 一个坑里面30克，播种之前放下去，跟土壤搅一搅，混一混以后，把种子放下去。放下去完了以后，就盐种。盐种，所谓盐种就是把这个土
覆盖到种子，覆盖深度1厘米左右。完了，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覆盖物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地里面还有，就是我们剪下来的这个草片结下的碎草，经过至少2周的堆固以后，颜色发白以后，拿来做覆盖。玉米种子播下去以后，每一塘播2粒种子，用这个草盖上去以后，这样的话保证发芽出苗好。那到第4一点，那是不是我这里挖了3个坑就可以这样3个播玉米呢？不行，我们到上边看一看，给大家讲这个玉米的密度的重要性。大家过来看这个玉米的密度，你看这边就是我们这个4尺宽的箱子，播了3个坑，它的总的株高接近3米了，很高。那我们看看它背了几个呢？像这一棵就背了1个，这第2个背不出来了。这一棵背了2个，但是这个显然背了也是没有受不了的，这个包很小，勉强背了3个，但是这第3个肯定是废的，没有。第1个好一点，第2个也不行。这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密度太大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单独播的这一棵，它背了几个包，但是天花被我剪了，背了1、2、3、4，背了5个包。那背了5个包的话，这第1个肯定是有收获的，第2个肯定有收获的，第3个还有收获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同样的品种，它的背的包为什么差距知道？这是密度造成的影响。因此的话，正确的密度应该什么呢？就说我们这个株距玉米含距2米到3米，这样是最合理的。像这一片的话，密度拿掉1半，它最后的收获其实是一样的。这就是密度的重要性。密度还受什么影响呢？它除了影响每株玉米背的这个包数以外，还影响到授粉。大家知道这个玉米属于什么？属于同株异花，它上边那个须是它的雄花，下边这一个是它的雌花。那这个雌花要能结出玉米粒来，它要靠雄花的花粉落下来，落到这个玉米上。而且的话，同一株的雄花抽出来的时候，本身的这个雌花还没有怎么开，它实际上是有差距的。因此的话，如果太密，第一，花粉落下来不能完全落到这个雌花上，影响授粉，这第一个。第2个的话，它主要靠别的株传过来，那别的株传过来更有困难。因此的话，这个密度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它影响授粉，还影响这个接包的这个情况。那到了最后一项就是什么？我们回到这个瓶子的地方。玉米呢，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吃，这动物更知道，因此种玉米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防护。那防护的话，播种的时候要做防护。如果播种以后不防护，在有的地方，那这个有小动物，松鼠、老鼠会来吃种子。当我们这个围起来的话，不担心这个老鼠、松鼠进来，因此的话，播种区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围栏的情况的话，一定要 netting， 要用这种 bed netting， 播种以后盖一下，防止松鼠和鸟来偷种子吃。这第一个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很多这个资料上说，用玉米上套上塑料瓶子，可以防止动物来偷吃。其实我们实践证明，这个塑料瓶子防小动物有用，防大动物一点用都没有。那刚好在这个玉米天花这个须开始粘以后，这个比较典型的时候，刚好弄这个矿泉水瓶子，把底部剪了，套上去，那鸟吃不到，老鼠啃不到，但是对于大型动物浣熊或者熊，就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因此我们花了那1个星期，就是有动物进来，把这些黄玉米每天破坏20-30株，每天破坏20-30株，破了以后，跟它奋斗了1个星期，最终才把这个黄玉米破坏完以后，才把这个黑玉米保下来。来了浣熊以后的话，破坏得非常厉害，搞什么都没用，最后想到用这个 electrical fence。那这是一个太阳能的充电器，挂上去
这个开关电一开，好，现在起作用了。如果水碰到，那会麻到手的。那动物碰到以后，这是高压7000伏的高压电，会把这个动物让它长记性的。装了这个以后，浣熊才停止了破坏。那浣熊破坏不了，我们笼子起作用了，就是 trapping 起作用了。在这之前我也放了 trapping， 但是呢，它直接忽略那个小浣熊那个笼子，根本不进去吃。里面放了鱼，放了肉，根本不进去吃。放了这个以后，它进不去了，结果它去吃这个笼子里面的东西了。接连抓到了这个2个很大号的这个raccoon浣熊，才把这个破坏来停止。因此，这个防护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装电围栏的关键之处，除了那充电器的选择以外，那我们这个线的布局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根火线，它是绝对要避免跟这个任何金属的东西接触的。这是个绝缘的扣子，绝缘的扣子，要远离木桩，下雨的时候相互不会导电。同时的话，我们选了这个 fiberglass 的这个杆子，做一个绝缘的柱子，就是相互之间它是不导电的。装2根线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可靠 ，make sure 这个电力是通的。那这根火线在这里，这个距离，就是松鼠，比如说松鼠真的要进去，它尾巴翘起来，就把这个电打通了，就会受到电击 shock。那浣熊的话，它也一样。我们这里还有这个东西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智商税，用声音来吓唬动物的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那阻止了浣熊怎么办？我们外边还有这个东西，我们过来看。这个就是一个 raccoon trap， 就是抓浣熊的笼子。原来在这个玉米受到破坏以后的第2天、第3天，我就买了这个 trap 进去放在玉米旁边了，但是没起作用。为什么没起作用？因为它知道这是笼子，它玉米在旁边，它可以吃长着的玉米，它当然没有必要碰这个。后来当我们装起这个 electrical fence 以后，它进到这里面来了。这个里面在这个位置接连抓了2只浣熊，动物进去，东西在这里 bait， 这个是一个，这样就关起来了。关到里面以后，它这个门从里面它是开不开的。这是一个改进过的这个笼子，从这里一拉，这里有个磁铁把这个就吸住了，很方便。但是就说它任何一个措施，单独一项措施是不起作用的，一定是要靠这个 combine 的这个 measures， 就是至少2、3种措施结合起来。那现在电围栏有了，如果有任何浣熊过来，它进不去，它就来这里找东西吃，那就抓住了。